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有些时候最难的不是做决定，而是明明知道自己不能再留在原地，却还舍不得离开。韦特塔罗牌里的宝剑六，画面看起来很安静，却藏着一种很深的悲伤。一艘小船正在水面上前进，船上坐着一个披着斗篷的人，旁边还有一个孩子。他们低着头，不像是去旅行，也不像是去迎接什么快乐的新开始，而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风暴，正在安静地离开一个让自己受伤的地方。你看这张牌最重要的画面，不是船，也不是河水，而是船上插着的6把宝剑。宝剑代表思想、理智、沟通、痛苦与压力，它们被插在船上，代表这趟离开并不是完全轻松的。你不是把伤痛丢在原地，你其实是带着过去的记忆、委屈、恐惧、遗憾一起走。这就是宝剑六最真实的地方。有些转变不是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明白，再留下来只会让自己越来越沉。画面里的水也很有意思，船的一边水波比较混乱，那一边却比较平静，这代表你正在从混乱走向平静，从冲突走向修复，从情绪失控走向理性整理。宝剑六不是那种突然大成功的牌，它更像是一段过渡期。你可能还没真正快乐起来，还没完全放下，还没看见明确的结果，但你已经开始远离那个让你痛苦的状态。撑船的人站在后方，手里拿着长篙，默默把船推向前方。这个人物代表引导者，也代表你内在那个比较成熟、比较清醒的自己。有时候这个人可能是朋友、老师、咨商师、贵人，也可能是一个让你清醒的现实事件。他不一定会帮你把所有问题解决，但他会让你知道你不能再继续困在同一个地方了。而那个披着斗篷的人，像是在保护自己，也像是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的脆弱。旁边的孩子代表受伤的内在小孩，也代表你仍然想保护的某种纯真、希望与未来。所以宝剑六常常出现在一个人很累、很受伤、很想逃离某个环境的时候。你不是没有感觉，而是感觉太多，所以只能先安静地走。这张牌的核心主题就是离开不是逃避，而是选择疗愈。很多人误会离开，以为离开就是输了，以为结束一段关系就是不够努力，离开一份工作就是不够坚持，远离某些人就是太冷漠。但宝剑六提醒你，有些地方不是你的战场，而是你的消耗场。有些关系不是考验你的爱，而是在消磨你的灵魂。有些坚持不是勇敢，而是你不敢承认自己早就受伤了。如果你在感情里抽到宝剑六，它可能代表你们正在从争吵、冷战、误解中慢慢走出来。这时候不要急着追问对错，也不要逼对方立刻给答案。你们真正需要的是降低情绪，拉开距离，重新沟通。如果一段关系已经让你长期痛苦，这张牌也可能在告诉你，离开不代表你不爱了，而是你终于开始爱自己。如果你在工作上遇到宝剑六，它代表你可能正在转职、换环境，离开一个压力很大的位置，或是从混乱的状态慢慢整理出方向。这时候不要期待一步到位，也不要因为新阶段还不稳定就怀疑自己。你要做的是把过去累积的经验带走，把让你受伤的模式留下。真正成熟的转变不是什么都不要，而是知道什么该带走，什么该放下。如果你在人际关系里遇到这张牌，它提醒你，有些圈子你不需要硬融入，有些人的情绪你不需要一直承担。你可以保持礼貌，但不必继续消耗自己。安静离开，有时候比激烈反击更有力量。不是每一场仗都值得打，也不是每一次委屈都需要解释给别人听。如果你正处在人生低潮，宝剑六给你的建议是，先不要急着要求自己立刻变好。你可以先离开让你更痛苦的刺激源，先睡好，先整理生活，先找人谈谈，先让自己从暴风中心移开。疗愈不是一瞬间的开悟，而是一段一段把自己带回平静的过程。但如果宝剑六以比较阴影的方式出现，它也提醒你，不要只是逃避问题。真正的离开必须伴随理解与整理，
如果你只是换一个地方，却带着同样的思维模式、同样的恐惧、同样的依附，那么你可能只是换了一艘船，却仍然航向同一片混乱的水域。所以这张牌也在问你，你到底是正在疗愈，还是在逃避面对？宝剑六最深的智慧是，人生不是每一次转身都要轰轰烈烈，有些成长很安静，有些离开没有掌声，有些重生不是站在高处发光，而是在没有人理解的夜里，你终于愿意把自己从痛苦里带走。所以当你抽到宝剑六，请记得，你现在也许还没有抵达答案，但你已经不在最糟的地方了。你可以悲伤，可以不舍，可以害怕，但不要回头把自己交还给那个让你沉默的环境。真正的勇敢不一定是留下来战斗，有时候是带着伤慢慢离开。如果你也曾经经历过一段不得不离开的关系、工作或人生阶段，你会觉得宝剑六是在提醒你放下，还是在提醒你继续往前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，也许你的经验正好能陪伴另一个正在过河的人。